肯定有网警看我的直播呀。但是呢，就跟当年共产党跟国民党说的话是一样的。看我直播的网警，如果他有良知，他有家人，他为了自己的子孙的繁衍，为了他对得起他祖宗，那个网警最后也得帮着咱干活啊。对呀，除非他不当人了，他愿意当个畜生，那咱不管。他就算是个网警，是个小五毛，他只要愿意当人，他自己将来还想再有后代，一方面自己死后对得起祖宗。闭眼人最可怕的是，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啊？我因为给多少人埋了灾难，这是一个人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。对，你没得改变空间了，你要嗝屁了，所以得在这之前就得做很多事，让自己不能面临到那个局面。所以你当网警也好，你当小五毛也好，你也是个人。那网警小五毛，你不就是个工作吗？不就他妈挣个逼钱吗？你要现在为了这个逼钱，连人都不干了，你来故意去把同胞放在那个位置，让中国人最后都没有后代，被这个叫习近平的畜生这个傻逼把中国人残害一轮又一轮，当个帮凶，你最后面临的局面就是我说这个局面，死的时候你闭不上眼的，死的时候也闭不上眼的。没有恻隐之心，咱管不了啊，咱带不了。但是咱总得让大家能做人的还是要做个人呐，对，能做人的还是要做个人呐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苦海无涯回头是岸。甭管你帮中共这个刽子手干过多少坏事儿，甭管做过多少，只要你今天说洗心革面，回过来，我们自己做这个事儿能为中国人有好处，能让中国人未来享受更好的东西，那就该去做。大胆的去做，对吧？只要做好了，那没问题啊！一切东西都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。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啊，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态度，对吧？我在国内也说过中共很多好话呀，我也帮中共干过很多事儿啊，对呀。但是回过来干嘛？我自己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苦海无涯回头是岸，对吧？大胆的、拼了命的、尽其所力的去他妈反共，不为了什么其他东西，就是什么能把这个中共给干死。我有生之年能干到多少干多少呗。那我觉得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，临死之前很安详的闭眼。我最起码对得起我祖宗，对得起我儿子，对吧？跟儿子说，你爹这一辈子他妈做的事儿不亏心，对得起自己良心，努力了，尽力了，拼命了。最近没怎么样，我说过了，上次不是讲我说没中风，很早就跟大家说过了。网警也是，而且网警也不希望最后矛盾搞到自己的孩子都会被人家收拾。你想现在杀东西，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村委书记爆炸，一家三口全嗝屁的，刚刚又发生的。这个不是我上次说那个等在那杀那个乡书记的事儿，这是一个村委书记，人家爆炸了，把一家三口都给炸死在里面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刚发生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就说的你现在当共产党的干部，你也得想，就这些事儿网上报的越来越多，你也得想啊，就是你这个干的事儿，将来你是因为你导致的结果，你也有家人，对吧？你也那个啥，你得想给自己要留后路的。共产党保不了你任何东西。所有现在帮共产党干坏事的人，当大厦将倾的时候，习近平自己都管不了自己，国家那么多事他都管不了，他只能让媳妇出来维护自己。身边这些人都不知道谁要谋害他呢，他能给你干啥？你帮着中共干这些坏事，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。只要国家大厦将倾，中共不行了，你想你家人最后有什么好结果？你得给自己留后路。你现在不是那个年代，你得给自己留后路。想清楚，干网警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都得给自己留后路。身边如果有人，你身边哪些干部抱着共产党弄，你就把这话跟他讲，问他自己，你觉得呢？能10年20年，对吧？能扛几年？按你的想法，扛不住了呢，谁保你？反过来，那么多人被你坑的人回过来，是不是要报复你？往死了霍霍你？你现在得给自己留后路，你得给底下人网开一面啊，很重要的。跟他们自己讲，只要是个人，你看看他行不行？军管可以，但是你想想，中国才多少军队呀？这么大个国家才多少军队呀？管不了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军队的人数，而且军队大部分都是义务兵，待2年就走了。就这么大个国家，管不了军队的人，军队自己也不是铁板一块，这是问题。
枪口抬高1寸是我们当年在63、64的时候经常对那些当兵的说的。我们在1989年的时候到处就拦军车，拦军车的时候对当兵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枪口抬高1寸。既然军委让你们对人民动手，那我们都是平民老百姓啊，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个国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啊，希望反对腐败。但是你们呢又是当兵的，你们最后让你们开枪的时候就希望一点，枪口抬高1寸，别对老百姓下狠手啊。那有没有对老百姓下狠手的？有啊，63、64有对老百姓下狠手的啊，拿着冲锋枪，带着2梭子子弹，西单从这头一直开枪打到那头，子弹打光了怎么办呀？打光了傻逼了吧？打光了就他妈被当时被打的这帮人直接给干死，干死把尸体挂在西单的天桥上啊，在这示众，把这当兵的就老说这个人是打光了2匣子弹以后被老百姓当时打伤了很多人，被老百姓逮住以后弄死的，弄死后把尸体挂在西单的那过街天桥上啊，所以呢都是一样的啊，有爆裂分子，但是最后爆裂分子的后果都是很惨的啊，还给烧了，挂在天桥上还给烧了啊！估计我讲这玩意儿，这期要被那个啥了，没关系，反正也无所谓啊。就你们听就听了，这期要是被拿下了封了，那就当无所谓了。我这期节目大概率会那个什么，如果撤了就撤了呗，无所谓，反正对于我也无所谓，大家听过了就完了。本来我讲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大家开心。黄金长期看涨，那可以适当囤点粮食，密封好了就行，时间可以很长。领导干那么好事，但是他们都是精神有毛病。你知不知道，当中共的领导干部干的位置越高，精神越变态呀？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极度压抑的一个环境里长大，就是没有人能说真话。我跟中共很多领导很熟，出来喝了酒以后，你知道不知道很变态的，能够释放自己，喝多了以后，就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他们所在的环境里很压抑，他每天说的自己都知道不是人话，全是假话，都是官面上的文章。但是大家都只能这么说，而且千篇一律的都是这么说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自己的人性压抑特别大。在中共真是当然大领导的精神都是有毛病的，啊！所以当时一个大领导啊，一个副国级的领导干部，晚上啊送他回家，2个人退休了，带着车带着这个，然后呢半路上死活一定要干，在北京的长安街边上一个比较阴暗的角落里。然后呢，就必须让跟他的人一块儿当街去尿尿，喝多了酒了，必须当街尿尿，谁不听就犯急啊！最后没办法，就一块儿当街去尿尿，不就是这路边上啊，小树林里面啊，这个尿尿可开心的。所以就说这些人平时被压抑的特别厉害，你不会愿意的。他们跟女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也一样，玩女人你看得快乐，实际上是被压抑的很厉害，精神被压抑特别厉害。你连你的自由度的1%都没有，急不知道，急谁控制他呀？但是他自己的本身他也被很多人控制，因为只要消息是假的，他身边的消息全是假的，他就等于是被人控制了。电、煤气、水、汽油，新的上台的政府上来一样会恢复的，好吧？而且不是说这个党瘫痪了，不是国家瘫痪了，听得懂吗？相关部门的人员做这个事儿，当年党瘫痪了跟国家瘫痪了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啊！不要把这个东西混淆是非，好吧？不要混淆是非。本来现在水电气供应也不是党安排的，那是国家各部门有关机构相关的人去做的事啊，不是一个体系啊！你们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，现在有没有感受很深啦？啊，保险给你们加了多少？感受没感受到？现在电动新能源汽车的保险，你们知不知道电动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要崩了？因为大批下游的给主厂供货的零配器厂商不行了，据说现在系数到了80%以上。大家知道这些生产的企业主厂是压他们的现金流的，不给他们结款，而且随时打电话就会压他们的价格啊。那上游呢？咱们现在按照官方的数据，将近40万辆的库存车。是去年的10倍，就是这些车生产出来了，交给经销商，大量经销商都跟这些主厂之间有股权关系
但是只要出到经销商，就算卖出了。我们看到进入销售数据了，实际上都是库存积压在那边卖不掉。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活下去就不跟下游去结款，所以所有供零配件的这些下游企业都拿不到钱，下游企业都80%以上都在面临破产。银行已经把这些机构都变化为重点的红线的要关注的机构，所以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崩，整个产业要出大问题，那就很快了。有人跟我讲说，为什么现在很多厂家的质量越来越差，比亚迪的质量越来越差啊，什么小鹏的质量越来越差，他们使用的零配件很多上的零配件，他没办法，因为底下这些生产企业他要降成本，他不降成本，他连东西都生产不了，而上面这些主厂根本就不给钱，所以对很多东西质量差点就差点，睁个眼闭个眼，所以你们现在的车质量也会越来越差。过个3-5年都开不了，你放心吧，一堆废物点心都开不了，你放心吧。你们应该找找这个内部的人问一下，就是身边有跟电动汽车比较熟领域的人问一下就知道了。你们买的就是一堆玩具，买的就是特斯拉能买，只有特斯拉能买，剩下的你们买的就是一堆玩具3-5年以后这个玩具保质期一过，你们就剩一堆垃圾了，放心吧。